据说如果有人用火箭弹向你开炮，你可以尝试用手枪将它引爆。在电影《赤焰战场》里，当歹徒发射火箭弹时，男主一枪将火箭弹引爆并干掉了歹徒，而男主却毫发无伤。难道子弹真的可以引爆火箭弹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刘彦祖来到了火箭实验基地，并且托关系搞到了火箭弹。本次实验由武器专家进行监督，而在实验之前，他们对老奶奶卖早餐的拖车进行了发射。3, 2, 1。就在一瞬间的功夫，拖车被炸成了渣渣灰，而慢镜头显示，在拖车爆炸之后，烫手的熔铜弹头还在继续飞行，将后面的钢板熔出一个大洞。那它与发射的子弹相撞又会发生什么呢？为了让子弹精准地命中火箭弹，他们用2条绳子制作了导轨装置，这样火箭弹就能沿着绳子的方向飞行，并且会在中间的某个位置触发手枪的信号装置，从而让子弹精准地击中火箭弹。实验道具准备好之后，所有人躲在安全屋开始实验。3, 2, 1。突然一声巨响，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。通过高速相机显示，虽然火箭弹成功发生了爆炸，但由于绳子绷得不够紧，导致火箭弹发生了抖动，使它和子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，并且手枪的信号装置也不够灵敏，所以枪口也没有发射子弹。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导轨装置，将绳索绷紧，并提高了手枪信号装置的灵敏度。这样又能否顺利引爆火箭弹呢？3, 2, 1。高速相机可以看到，这次子弹顺利发射，然后击中并引爆了火箭弹，所以电影中的情节是有可能发生的。那么在火箭弹爆炸后，歹徒真的会当场开袭，而主角却毫发无伤吗？据说电影中主角用子弹击中了歹徒发射的火箭弹，并且发生爆炸，将歹徒送上了天，而主角却毫发无伤。这样的情况真的可能发生吗？为此，刘彦祖需要对子弹和火箭弹的速度进行测试，然后通过2人相距80英尺同时发射，这样就能得到爆炸点的位置。下面他们来到实验靶场，并将涂有刻度的木板连接成一面80英尺长的墙。格兰现场搭建一个简易计时器，当开枪的时候，子弹会击穿锡箔纸，从而计时器开始计时。而在子弹击中20英尺或40英尺外的靶子时，计时器就会停止。为了实验的严谨性，他们找来了电影中的同款枪支。托瑞在20英尺距离下测得子弹飞行时间为22毫秒，而格兰在40英尺下测得时间则为42毫秒。随后他们用同样方式测得火箭弹的对应飞行时间为43和83.6毫秒，将2者数据带入表格中，就能得到火箭弹会在64英尺的位置被引爆。此时距离歹徒只有16英尺，那在这个位置爆炸对2人又能否造成伤害呢？然而专家却表示，火箭弹最短激活距离为60英尺，也就是说在这个距离内，就算被子弹击中也不可能发生爆炸，所以电影中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。但格兰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，他想知道人在距离爆炸点16英尺会不会受到伤害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们将发射点设置在假人歹徒身后60英尺的位置，并在歹徒身边放置了压力传感器，然后根据位置关系分别设置了引爆点和持枪假人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他们在安全屋再次发射了火箭弹。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爆炸并没有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一连串的融化弹片差点击中了持枪假人。所以就算电影中的子弹引爆了火箭弹，也不会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。本次实验非常危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据说铲雪车能将高速撞击的汽车劈成2半，并且车上的人还能安然无恙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刘彦祖准备好道具之后，直接进行了劈车实验。随着凯利的一声令下，汽车在轨道上开始加速，最终以55英里的时速撞击在铲雪车的刀片上。虽然画面非常的壮观，但并没有像留言中被劈成2半，只是车头被撞凹陷进去，发动机成功阻挡了刀片的切割，车体仍然保持98%的完整性，而乘客的状态却不太乐观。尽管托瑞不断的做人工呼吸，但玩偶依然无力回天。然而实验并没有结束，接下来他们将用后置引擎的汽车进行测试。充气玩偶修复后被重新参加实验，而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，他们把铲雪车刀片打磨得更加锋利，并且将撞击速度提高到70英里每小时。这次又能否将汽车劈开成2半呢？随着机器的启动，汽车速度越来越快。一声巨响后，汽车如同香蕉皮一样绽开，完整的汽车几乎被劈成2半，最终还是后备箱的发动机挡住。毫无疑问，乘客在如此猛烈的撞击下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，所以实验证明，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还是选择前置发动机的。而为了彻底将汽车劈成2半，在接下来的实验中，他们直接在铲雪车的刀片上安装火箭推进器，刀片将以500英里的时速撞向汽车，这又能否将汽车劈成2半呢？据说铲雪车能将高速撞击的汽车劈成2半，并且如果位置准确的话，车上的人还能安然无恙。看似荒谬的流言真的不可能发生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刘彦祖不远万里来到阿拉斯加的冰雪王国，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铲雪工具。经过多方寻找，终于找到了留言中的同款铲雪车。它的正前方是一块锋利无比的楔形刀片，对于汽车来说犹如一把巨大的斧头，并且车身如同钢铁巨兽，能在碰撞中将冲击力全部作用在刀片上。为了还原真实的撞击效果，
托瑞向朋友借来了女生一手自用的小汽车。本次实验将用他们在高速行驶状态下对铲雪车进行正面撞击，看它能否将汽车劈成两半。但因为两辆汽车都是前置发动机，所以托瑞必须在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将其中一辆车的发动机移到后备箱，以此来验证发动机对撞击的影响有多大。而为了让汽车的正中央精准地撞击在刀片上，他们并不能用驾驶汽车的方式进行实验，而是将汽车安装在直线导轨上，由这台600匹马力的电动机卷绕钢索，从而推动汽车前进。实验将从600英尺外的地方开始加速，并在距离铲雪车10英尺的位置自动释放，使汽车能100%精准撞击在刀片上。凯莉找来2个充气玩偶来充当汽车上的乘客，如果撞击后娃娃没有漏气，则表示乘客没有生命危险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实验正式开始。首先测试的是前置发动机汽车，钢索将拉动汽车以55英里的时速撞击铲雪车上的刀片，汽车能否被劈成两半呢？据说只要速度足够快，铲雪车能将汽车劈成两半。那究竟什么样的速度才能将汽车劈开呢？在上期视频中，留言组分别用55和70英里的时速进行了撞击，但铲雪车并没有将汽车劈成两半，所以他们决定将暴力值直接拉满，使用号称地表最强动力的火箭推进器进行实验，以此验证在绝对速度面前，汽车会变成什么样。为此，3人来到了专业的火箭试验场，在这里，他们将用火箭锹打造一个超级铲雪机。首先，格兰和托瑞需要重新制作雪铲，为了达到最大的撞击强度，他们将实心钢条堆成楔形并焊接在一起，然后将最上面的一块打磨尖锐，而凯莉则将借来的汽车两边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，以此来确认劈开的位置是否准确。接着把2个充气玩偶放在车上来模拟乘客，然后在铲车的帮助下，汽车被放在了轨道尽头的柱子上。而与此同时，超级铲雪机也组装完成并搬到了实验现场。本次实验将用12根火箭推进器作为动力，产生的推力高达75000磅，能将2吨重的铲雪机以550英里的时速撞击汽车。如此大的撞击到底能不能将汽车劈成两半呢？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，所有人进入掩体内开始实验。3, 2, 1。只见一道火光闪过，汽车瞬间变成一股烟尘，巨大的推力让铲雪机在1/6秒内从起点撞击汽车。等烟尘散去之后，他们发现汽车连同发动机被成功劈成了两半，而充气玩偶已经连渣都没了。在这样的撞击下，不可能有生还的可能。随后通过慢镜头发现，时速550英里的雪铲如同手撕鬼子一样将汽车劈成两半，最后撞在前面的水泥挡板上发生了爆炸。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，开车一定不要超速。经常被爆头的人都知道，子弹飞来时是能听见声音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在线试听一下，被枪毙时能听到什么声音。测试中我们会瞄准小哥头顶1米处开火。首先上场的是鲁格22半自动手枪，发射点22小口径子弹，枪口出速度大概300米每秒。这样的亚音速子弹声音就像小蜜蜂一样嗡嗡。接下来听到的是 UMP45 冲锋枪的声音，使用点45 CP 子弹。虽然枪口出速度和点22子弹差不多，但较大口径带来的声音还是有一点压迫感。下面测试的是西格绍尔 MCX300 突击步枪，发射点300B LK 亚音速子弹，枪口出速度大概320米每秒。这次消音器的效果很好，基本只能听到弹头划破空气的撕裂声，并且声音更加尖锐。接下来我们用 M203 榴弹发射器，发射的是40毫米粉笔弹。这么精彩的视频一定要和女朋友一起看。说到女朋友，去陌陌，一个靠谱的交友神器，主打美女多没有套路，漂亮妹子都会主动联系你，兄弟们可以去试试。由于速度比较慢，听到的声音有点像飞机划过头顶。我们继续试试 M1 加兰德步枪，使用7.62毫米子弹，枪口出速度达到了850米每秒。不愧是2战名枪，听声音都有强烈的压迫感。这一发更是让小哥下意识躲了起来。最后上场的是今天的重量级选手 HS50 M1 反器材狙击枪，和巴雷特发射同样的点50 BMG 子弹。由于子弹飞行速度超过了音速，所以我们能听到2次爆炸声。那么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？